大家好，本节课我们将学习的内容是油漆两相渗流的流入动态。油长流体的 PT 相图是油层物理的基本知识。图中黄色线是泡点线，蓝色线是露点线，红色圆点代表临界点。我们知道，当除层原始温度大于临界温度 Tc 时，即位于红色线右侧，除层为气场；当除层原始温度小于临界温度，即位于红色线的左侧，除层为油场。对于油场来讲，当原始油场压力 Pr 大于泡点压力 Pb， 如 A 点，则油场属于未饱和油场。当原始油场压力等于泡点压力，即位于泡点线上，则油场属于饱和油场，比如 B 点。当原始油场压力小于泡点压力，即位于泡点线下方，则油场属于气顶油场，如 C 点。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弄清楚了地层渗流过程中单向原油流入动态曲线的合取方法，但它只能用于未饱和油场，即地层压力 Pr 大于原油泡点压力 Pb， 且井底流压 Pwf 大于等于泡点压力 Pb， 也就是说，只有单向原油参与渗流的情况。油漆两相渗流时，井底流压必然小于泡点压力，因此它既可以出现在未饱和油场开采后期，也可以出现在饱和油场和切顶油场。下面以饱和油场，也称为溶解气区油场为例，从理论模型、经验模型和现场测试3个方面来阐述油漆两相渗流流入动态曲线的合取方法。首先，我们介绍理论模型。对于溶解气区饱和油场来讲，油井投产以后，地层中必然是油漆两相渗流，且随井底流压 Pwf 的下降，从原油中析出的天然气量增加，导致原油粘度增加，原油的有效渗透率柯林减小，这些都必然导致原油的产量降低。因此，油漆两相渗流的 IPR 曲线将不会是一条直线，如右表所示。由于溶解气区油场没有气顶、底水和边水的能量供给，因此我们假定在一个边界封闭、圆形等厚的溶解气区油场中心有一口直井，油气满足达系线性渗流，且达到离稳定流动状态。根据平面径向流公式，有同样分离变量，用地层平均压力代表边界压力，最后考虑表皮因子 S 的影响，可以推导出油井的产量公式为下面的式子。公式中 KRO 代表相生曲线中的原油相对渗透率， K0 代表油层的绝对渗透率。从公式可以看出，要获得油漆两相渗流的 IPR 曲线，必须要积分。由于 μ0b0 分之 KRO 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弄清楚每个参数随压力的变化规律。这个变化规律可以根据原油的 PVT 测试和相生曲线的测试来得到，如下图所示。因此，只要明确地知道地层的渗透率 K、厚度 H、
共计半径 r1、仅通半径 rw 和表系数 s， 就可以通过数字积分的方法，得到在给定的地层压力 Pr 不同的井底流压 Pwfi 对应的曲线阴影面积，从而求得油井的产量 Q0i， 这样就可以绘制出 IPR 曲线。根据 IPR 曲线，就可以求得不同井底流压下的采油指数。很明显，采油指数不是常数。IPR 曲线的特点是，当生产压差 ΔP 成倍增加，积分面积不能成倍增加。采油指数 Pi 与生产压差 ΔP 是非线性的关系。在相同的地层压力 Pr 情况下，采油指数 Pi 随生产压差 ΔP 的上升而下降。当生产压差 ΔP 相同时，采油指数 Pi 随地层压力 Pr 的降低而降低。很明显，理论模型计算的优点是准确，缺点是计算过程繁琐。由于所需参数渗透率 K、边界半径 r1、表批数 s 和地层压力 Pr 在现场都很难取得到准确的数字，因此其应用受到了限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应用非常广泛的 Vogel 模型。1968年，美国学者 Vogel 采用数字模拟的方法，对溶解区域油藏的流入动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模拟油藏的条件有21种，充分考虑了原油物性、相生曲线、井距和表皮系数对 IPR 曲线的影响，主要获得了以下4个方面的认识。第一，不同油藏条件下的 IPR 曲线很相似。第二， IPR 曲线不再是直线。第三， IPR 曲线随采出程度的增加或者地层压力的下降，逐渐向原点收缩。第四， IPR 曲线似乎毫无规律。但通过无因次规划处理后，即每条曲线的纵坐标井底压力除以地层的平均压力，横坐标产量除以最大产量，发现虽然油藏条件不同，采出程度不同，但经过无因次化后的 IPR 曲线都非常的相近，如图所示。Vogel 从多条无因次 IPR 曲线中抽取了一条参考曲线，作为溶解区油藏的流入动态曲线。这条曲线的方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这就是著名的无因次 Vogel 方程。后来 Richardson 等人在 Vogel 基础上于1982年提出了溶解区油藏 IPR 曲线的通用表达式。式中 V 与采出程度或地层平均压力有关系，还与流度有关系。V 的取值范围为0到1。他认为 Vogel IPR 曲线实际上是 V 取0.2得到的，也就是说 Vogel 方程是它的一种特例。布朗发现 Vogel 方程没有涉及油藏和流体参数，因此应用非常的方便，在业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推广应用到了所有驱动类型油藏的油气两相渗流。由于 Vogel 方程中只有2个未知数，即地层压力 Pr 和最大产量 Q0max， 因此现场测试绘制 IPR 曲线
需要2个稳定测试点。如果地层的平均压力 PR 已知，则只需要1个稳定测试点就可以绘制出 IPR 曲线。测试方法与前面讲过的产能示景的方法呢是相同的。下面我们用一个实例来进行说明。已知某溶解气区油舱中 B 井的平均压力 PR 等于14兆帕，井底流压为11兆帕，相对应的测试产量为30方每天。使用 Vogel 方程绘制该井的 IPR 曲线。具体步骤如下：一，我们用测试点数据计算该井的潜在最大产油量 Cooling Max。第二，假定不同的井底压力，计算出对应的油井产量。第三，用计算得到的数据点就可以绘制出 IPR 曲线。通过这个实例，我们不难发现，用 Vogel 方程获取溶解区区油长的 IPR 曲线是非常方便的。它最大的优点是把复杂的油气两相渗流问题简单化了，堪称完美的精炼方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也是有实用条件的。我们知道 Vogel 曲线只是 Vogel 先生在众多 IPR 曲线中抽取了一条参考曲线来作为 Vogel 方程，它仅代表了理想完善井的情况。经过大量的研究总结发现， Vogel 方程的使用条件为：第一，溶解气区的早期，中后期误差会大于10%。第二，油井为理想完善井，不适合污染井和超完善井。第三，不适合高粘油舱，它的预测误差会超过10%。由于油田实际的情况是，大量的油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伤害，而酸化和压裂的措施井又存在超完善，理想的完善井反而很少，这就给 Vogel 方程的应用形成了障碍。怎么办呢？请看下回分解。